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是严品红，好好爱自己，才会拥有好的爱情。我是张瑞，如果你爱他，就请勇敢、真诚地表达出来吧。认真倾听，坦诚交流。大家好，我是赵川。大家好，我是希望有情人长长久久的心糖米娜。大家好，我是希望你们把问题都解决，生活幸福的周小鹏。来，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3对情感嘉宾，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程先生44岁，来自河南待业；孟女士44岁，来自河南，美发店店主。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在婚姻中，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缺钱，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钱怎么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我觉得钱可以慢慢挣，但是他太着急了。不急，难道我们一家人都去喝西北风吗？我可不像他，不赚钱还乱花钱，说他2句吧，脾气还大。他太强势了，不管在家里面还是在外面，从来不给我留面子。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理解我呢？上来就说缺钱是吧？钱的背后其实就是不尊重，对吧？今天为什么来？今天来就是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来吐槽一下我老公，因为我老公他没有上进心，不挣钱还乱花钱。把时间都浪费在了喝酒上面。结婚20多年以来，我感觉我非常的委屈。我是个要强的人，而他呢懒懒散散，没有上进心，也不努力工作。我感觉他是一个十足的啃气族。啃气族啊？对。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我难道不挣钱1分不挣吗？挣钱不是应该的吗？你看那理直气壮的。不是，他都说我不挣钱，你跟老师说我真不挣钱吗？他平时时间都是特别爱喝酒，不管是谁给他打电话，他都要去。我在理发店忙着，然后叫他给我帮忙，他都不帮。中午做那喝到黑。我在理发店忙了一天了，也很辛苦，孩子连饭都没有得吃。孩子多大？22岁，小的17岁。俩呢？2个儿子。哎呦我的妈呀，压力好大。对，然后我回到家一看见他又喝醉，我肯定心情不好啊。在这个时候呢，他脾气可大了，一说到人家生气的话，直接出去了，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干嘛去啊？就是我说他生气了吗？去哪儿了呢？不知道啊。我哪也没去。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当这个吓唬我，因为他喝多了嘛。他出去说实在的，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了呀。所以说我每次我基本上都是示弱，然后都给他说，我说就安慰他，让他回家去休息睡觉。你看，作为一个男人，不抽烟，不赌博，没有别的不良嗜好。就是说喝酒，我喝酒是我有压力大了，我会给我自己塞压。他的压力大了，会把压塞到我身上。那我只有找朋友聊个天，我塞他压。你可以喝酒，我不是不让你喝，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最起码这个经济这块有点安全感吧？这一块你有吗？行，那个程先生这个44岁是吧？啊，对。工作过吗？我以前在上班啊，下岗了。04年下的岗，04年，从04年到现在都没工作呀？也不是说没有工作过，没有长期的工作。都干过什么呀？我不是开理发店吗？我说你跟我学理发行不行？然后他都说我不喜欢。我不学理发，我干别的工作。所以说呢，通过别人也给他找过2份活。你看他像我们这年龄，也没有点文凭，也没有技术，你说能干啥呀？肯定干个处理的活呗。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就是说去给人家安空调。你说吧，你干了多少天？我安空调不是我说干多少天，我去的时候人家那个工期快结束了，我就干了25天，活干结束了。是啊，你不着急啊，但是我急啊，我坐不住啊。所以说又接着给他找，又找了一个活，又干了多少天回来了？你说吧。那个活总共都1个月的活，给人家拉这个剑桥的模板，那个钢铁嘛。就是你一直打短工是吧？那长工有没有做过呀？短工也是我给他找，他自己主动找了吗？然后我替他出去跑出租车。这是长期工作啊，这可以很稳定。对呀，这么好的工作，你说你还不行吗？出租车人到终点不是发福了吗？好犯困。我看他是追人家的尾了。你的胖十足的是你喝酒喝了，喝到12点回到家你就睡觉呗，干啥？接着坐那哈吃。
都把我气的都不受不了。我跟你说，还12点还吃，你自己都胖成啥样了，你不知道？那不饿了慌你不吃啊？饿了慌，是你有点那自控力吗？各位老师，我带来一张照片，你们可以看一下。瘦了60斤，很厉害。对，你看瘦下来多帅呀，精神又好，也不犯困了。我这个时候也不丑啊。以前因为他胖，有呼吸暂停综合症，严重的说就是说容易猝死。然后当时就上医院去跟大夫医生说，就是你必须减肥。然后通过大夫给他说了以后，我们2个也共同努力，别管怎么样也算瘦下来了。瘦下来以后呢，各项指标确实也正常了，打呼噜也不打了，也不憋气了。他那都是憋的哟，打呼噜严重到啥程度？那个嘴都是黑紫的，你知道吗？他现在这不是又反过来了吗？现在又开始憋气打呼噜，就这样了。是因为胖所以不能开出租车了？对对对，因为他胖，他容易犯困。老师，那车是你们租的还是买的？我们娘家人帮的，我们借了钱给他买了一辆车。啊，还是买了一辆车？啊，借的钱买的，娘家弟弟啊帮我嘛，让我知道我做难都心疼我，所以说一直在帮我。我也想争口气啊。那这钱还了吗？没有呢，要是还了话，我还至于这么着急吗？车呢？现在找人这让人家找别人开，找别人开，别人也会给您一点收益啊。对，他给我分的钱，我开还没有司机拉他拉得多。你知道吗？难道说我学理发，我到哪个地方我都会吗？都是从开始不会去学。你是天才啊，你会啊，我弄不成。不但没有挣钱，而且花钱大手大脚。你出去喝酒是不是要花钱？我在理发店挣个钱真的很不容易，我知道这个钱来之不易，我还想给我的孩子，虽说没有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我想我给孩子尽量带来一点好的生活。我自己挣了钱都不舍得去花，孩子都非常懂事，很节俭。我看见孩子那么懂事，我心里都难受。我觉得男孩穷养儿不更好啊？叫孩子知道存钱回国，那不更好啊？你怨我，跟我啥关系啊？你跟着我，你都是给自己施压力太大了，老是啥事想来，你把100年之后的事都想到了，那你自己能办到了不？我想问你，借我们家的钱你还了吗？你说还了没有？没还完。没还完，对吧？这不一直在还吗？一直在还，你还了多少了？你借了多少年了？我问你，我弟弟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你知道那种压力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吗？这个账我不是不认账，文化你别这样说，我不是不认账，我马上还呢这个账。那你不赚钱怎么还呢？就是啊，那钱借了多少年啊？到底？06年左右吧。那现在还欠多少呢？现在还欠10多万。啊！现在还欠10多万。他就是不着急，等啊，那以前还等嘞。以前出租车生意非常不错，还点，现在生意都不咋挣钱了，刚顾住咱家的生活，你慢慢还吧这个账。多少年？你准备用多少年还完这欠下的10几万？10万块钱，我这个工作开始了5年之内绝对没问题。你这什么工作要开始了？我自己跟那朋友也是干了一个小买卖吧。什么买卖啊？还没开始呢。要投钱吗？本金呢？投资1、2万块钱吧。1、2万从哪儿拿的？借呗。那所以你的外债不就越多了吗？那你不借这2万块钱，你咋的去运作你这个工作啊？你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的干一点不需要本钱的工作呢？送个外卖不行吗？老师，啥工作不需要本钱呢？我也给他说过让他送外卖。送外卖得需要本钱呢？什么本钱？好多都不需要本钱，去做爱面子，也不想吃苦。去做保安也不需要本钱啊。保安我太年轻了嘛。啊，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好的小区里头的这一些保安啊什么的物业都是大学本科，都是年轻的漂亮的这一些小姑娘小伙子。俺这保安都是上岁数了。那说明你年轻更有竞争力，你去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保安工作。对啊，你可以做保安队长都可以啊。会考虑一下。还考虑一下？你考虑个啥？你是被老婆养活着，你承认吗？我不承认。为啥不承认呢？因为我在家也付出了呀。你付出啥了？我跟你说，老师哈，我媳妇看到了都是我的缺点，她只说我不会了，那我会了，难道不说啊？那说我不会，我啥都会。你会的啥？我也照顾家，我没工作，我没有出去活玩，没出去。你出去上班那1年的时候，你不回来，我问你，谁照顾了孩子？我不但在理发店一个人忙，一个人累，我是不是孩子我在照顾着？你看这吵架这个样啊！你们家这么多年来钱是老婆挣的，这事儿对吧？她挣得多，我不能说没挣，我也挣了。啊，你挣了多少钱？那我没算。你还欠了人10几万，还没还清，挣钱还没还清，对吧？我跟你说，老师，最让我伤心的是啥？
我感觉吧，人累吧还没事儿，最重要的我是人又累，心还累，压力还大。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急躁，一点耐心都没有的一个人。他在外人哈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跟别人说话都是笑眯眯的，哎呀，脾气又特别温柔，特别好。就是唯一回到家，立马都是变了一个人。孩子现在17了，上高中了，现在是个叛逆期。我在理发店忙一天，确实也挺累。然后我都说你早起起来给孩子做饭呢。我说你叫孩子起床，小孩都说啊，天天早叫我起床，天天早起把我吵一顿。然后孩子中午下学回来了，肯定饿嘛，然后跑到厨房回去看，做的啥饭呀，或者是掀下锅，哇，就这一点动作，他的孩子吵一顿。还最重要的是在理发店，特别是过春节的时候很辛苦，从早上开门9点站到夜里12点，然后我那时候我的手都裂的都是口子，腿胀的都是肿了。他搁外边喝酒回来了，我说我今天好累呀，你累给我睡着干啥？你不回去按摩呀？你给我睡，你都不累了吗？你说了吧，能叫我睡上去不？你可以随便睡。我给孩子发劲，小孩男孩我在教育他，我做的饭他嫌我，他没规矩。早起来他磨磨蹭蹭，我不吵他，我当父亲吵他不行啊。我认为你可以吵。再一个说，你搁店里累了，你去休息一天，你去按摩，那你不去，你老是找到我唠叨再唠叨。我为啥不去啊？你把整个怨气都发到我身上，还说我这不行那不行，你说我长这么高，我哪都不行啊？我为啥？我都没一点好处啊！我为啥不去按摩？都这个情况了。你只不过是你现在我不舍得呀。不是大哥，你为什么不能按一下呢？我不会按，老师。不会按，简单的捶一捶我们都会呀。不管我平时多么生气，老师多么伤心，多么难过，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暖心的话，安慰我一点。那能起作用吗？能起作用，心里至少舒服了。至少比您啥都不做要起作用的多。你说这哈，俺家装修房子的时候，他多有主意啊！装修的时候都不让我参与啊，不征求我意见啊。装修好才叫我去建，可不是吗？钱都是我挣的，房子大多数的钱也是我花钱买来的。那你我一根头发一根头发剪出来的，我腿站肿了我站出来的，我干嘛跟你商量？一个家庭里面谁挣的钱多啊，谁说话算数吧？那倒不是，一个家庭里面谁愿意奉献谁说话算数。我也奉献了，你奉献了喝酒，家务活我也干了，只不过是显不出来，显现不出来哈，所以您委屈是吧？您现在做的是一种新型的这个家庭关系，对吧？叫女在外挣钱，男在家主内，你承不承认？我不承认。平常我在店里面一干活啊。他干了是每天都做了，还是1个月只做了1、2天？那这不好说。你如果有朋友在喝酒找打电话，那着急。那喝酒的频率呢？1周去几次？那隔3差5，那都得要去。不是，那大哥，那您说吧，1个星期您大概在那儿干小工能干几天？1个星期3天是有的，1周喝3天，1周干3天，1周喝3次，1周喝3次，那还少吗？那不就1周就没了吗？1次从中午喝到晚上，第2天酒还没醒，对，歇1天，对，然后又1次啊。老师，你这说我是喝1天休1天，喝1天休1天，这不是6天完了？那不是吗？有时候是，啊，你看不就还是吗？不是我喝酒，有时候我也是在谈工作啊。不是您谈什么工作呀？谈成了几个？您的核心业务不就是理发店小工吗？啊，理发店小工，我也想去挣别的钱呢。挣啥钱了呀？投资找你挣来钱了吗？不是投资什么呀？不是做生意。你有什么资格投资？您欠人10几万的车钱，10几年还不出来，您拿什么投资？不是，我就问你有什么资格投资？仙儿，你觉得啊？在你孩子的心目当中，你是个什么爹？反正在老婆的这个眼里面，你这老公是不合格的；在我们的眼里面，觉得你是不负责任的，对吧？对生活没有责任。你觉得你儿子怎么看你？你是当爹的，那既然做不了好丈夫，在这你们也不认可，那你当孩子的爹，那也不合格吧？你跟孩子聊过这话题吗？没有。今天我们采访了儿子啊，来听听儿子怎么说。他们夫妻都不知道。来这个节目，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妈，我想对您说，这么多年以来，您含辛茹苦地把我和弟弟带大，您的辛苦和委屈，我心里都知道。特别是您经营的这个店，数10年如一日的辛苦，
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我为您骄傲。爸爸，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你可以更加体谅妈妈的不容易，能多关心关心这个家，替妈妈分担一些。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化解你们的矛盾。不过我会尊重你们最后的选择，我已经长大了，即使你们分开，我也可以把妈妈照顾好。好，这是大儿子吧？其实儿子的表态不就是儿子的倾向吗？那就说孩子已经做好了父母要分开的准备嘛。就是今天也许有可能是您生活当中抓住最后一束光的那个机会了嘛。程先生，你觉得你生活里有光吗？我有光。你的光在哪儿啊？我老婆都是我的光。不是，这你还给他鼓掌啊？我觉得是。不是，这你还给他鼓掌啊？我觉得他悔改了。你怎么了？我看到他的眼泪。你要相信，在这20年里头，他可能掉过不止这一次泪。你以为他儿子就只会在这一次说过这话呀？他儿子没有在妈妈夜夜哭泣的时候，没有在妈妈多少次绝望的时候跟自己的爸爸说过啊？没有在他爸爸跟他妈妈吵架的时候拉住他爸爸，让他爸爸少吵2句啊？儿子的话这20年里头说了这么多遍，你有听过吗？以前没有像这样说过。以前只不过没有说过，你们离婚也可以的，我支持妈妈的选择。这个儿子真的是教得很好，他即便支持你们分开，也没有说这爸爸一句不好，只是说你能不能多体谅一下妈妈。儿子能这么善良，这么有主张，还这么温和，我觉得真的是你们家真的有道光，是你这个妻子。我如果是你太太这边的亲人，我就劝他离婚。你拖着他没有意义，只能把你自己的光给拖没了、拖暗了、拖老了、拖垮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要忍受他的坏脾气。他如果今天还是这个样，还敢在这儿梗着脖子说我挺好的，你老唠叨，你还跟他干嘛呀？走吧。我真的劝他走吧，你这个样子，他走不了的。有一些行为模式其实是哭的那个人主导的，你自个儿把自个儿的人生已经设定成这个样子了，你自己完全有能力一剪刀剪断所有的恶人的，但是你选择让他们留在你身边啊。而且陈女士，你别忘了，如果你儿子未来真的要娶媳妇儿的话，别人怎么看这个男孩的父亲？好吃懒做，在家里20年不工作，然后一家人欠了别人10几万的债，欠了快20年，到现在还没还。你觉得如果你们有亲家的话，亲家看得上你们家吗？我就问你，对这个女人是不是个好人？我相信，也许您是一个好儿子，对吧？也许您是一好朋友，也许您是别人的好同事、好哥们儿。我相信，可以，没问题。我只问，在这个女人面前，你是个好人吗？20年的时间，已经让一个人连是非都不分了，就是他心里只有我，他的心里是没有愧疚的。你看他的这个标准，我不抽烟，我是好的。我有啥呀？我不就身体不好，我没干活吗？我不就有点懒吗？我不就爱喝个酒吗？我为啥喝酒？我压力大，你不承认我呀？您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这也是您的委屈吧？所以他那句话特别有代表。难道在一个家里头挣钱多的人就怎么样吗？我给您的答复是，为这个家庭付出多的人是有话语权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儿子的女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表现，今儿谈一个跑一个，明儿谈一个跑一个，后谈一个跑一个，你怎么办？你是当爹的吗？呀，当爹吗？程先生，就最后一个建议吧。如果你真的想变的话，我特别建议您做一件事。今天您别出来了，不一定要离婚啊，您应该主动过一段自给自足、养活自己的生活，然后在养活自己、照顾自己的同时，能挣点钱，把这个家的饥荒给还上，供您参考。您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太凶了呀？我们是不是好像有点过分？你们有什么感受吗？有些老师们讲得很好，大哥，你看你站在台上1.8米几的大个吧，就人高马大的，就反而是像个巨婴一样，依靠着这位大姐去养活您。您应该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而不是说依靠着大姐。你看大姐多累呀，她比你瘦，比你矮，反而还要养着你。
我大哥真的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姐姐就是付出可能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大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经济方面就是不能给太多的话，就是可以从其他的方面弥补回来嘛。这样的话，两个人才能一起走得更长久一些。哎，小朋友都知道啊，说这个给不了，我可以多给点那个。是这样的，大哥，我看说到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你蹲下了，我也理解您蹲下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受，为什么您要站起来了，我都理解。您蹲下那一刻，你真的站不住，你真的是难受了，你真的自己不行了。但是你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我不能一直蹲着，我得站起来。对，今天是您的一个生日，您把今天当做一个重生的生日，我希望您真的能在生活里站起来，好不好？好不好，大哥？好。今天的他，固然是他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是你的纵容、你的宠溺造就了今天的他。所以，如果你想你的后半生活得不那么孤独、那么疲惫，你的2个儿子不会受这样一个父亲所负累，请你今天心狠一点，是给他机会成长，是给你机会以后幸福，也是给2个儿子一个生活自由的机会。所以别再心软了，你不是他的妈，你是他妈，更应该让他成长。所以请你心狠一点，给他成长的时间，离开他一段时间，好不好？好。关键程先生还横得很，他要横着他走呢。行，你要真有那么大的脾气的话，先离开家里一段时间，对，自己努力的好好的向上的生活一段，也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有可能还是件好事，对吧？坐着休息休息吧，好不好？来，我们有请第2对。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王先生58岁，来自北京，舞蹈老师；迪迪30岁，来自河南，幼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怎么看待你们的年龄差距？本以为找个年纪大一点的会比较懂得疼人，可以把我当小公主那样宠着，谁知道现实完全不同。我觉得他就是先婚了，不想和我结婚，也不想和我有未来。来参加节目，你们各自的诉求是什么？我希望他跟异性少点暧昧，对我多点浪漫，少抠门，多爱我。我希望他能带我见他的父母，给我一个结婚的承诺。好像大哥比迪迪大很多岁是吧？对，是。您今年58，迪迪今年？我今年30多岁。怎么听起来大哥今天是来这个逼婚的？我们交往了1年多了，不带我去见他的父母，我就想他给我一个结婚的承诺。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不愿意带他去见我的父母，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交往1年多，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感情基础不够稳，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是舞蹈老师，女学员会特别多，很多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啊，那个眼神传递出来的那种暧昧，就让人瞬间感觉。可是这种舞蹈就是这样来表达。其实我教的是拉丁舞，伦巴需要这种感情的表达。你感情表达，你只是舞蹈老师，你教人家动作就可以了。你们又不是上台表演，就是贴的可近了，有多近？我们俩可以跳一下，大家感受一下。啊，来，让我们看看啊。老师他不太会跳这个舞啊，刚才也跳得很好啊，他。啊，那天就是这样是吧？没有，那天更过分，他都跟人家就是这样，就已经脸对脸贴到人家，就是然后我站在门口，我站了10多分钟，两人愣是没有发现我。我觉得这很不正常，因为我上了他的舞蹈课，所以才认识他的，所以我知道我们俩就是从师生发展成恋爱关系的。因为什么？我教课的时候不可能眼观六路，我到处看，我也是对学生一种尊重，我是做老师的，对不对啊？我就是从他学生发展出来的这种恋爱关系，所以我就对这个很敏感的，然后还跟人家一起去吃饭。跟谁？另外一个还是那个？另外一个哦，人家那个姐姐呢，身材也好，保养的也特别好，也是离异的，然后家里边又有钱，就没事就跟着他跳舞。有一次是我跟他，我们俩就已经约好了，说7点钟约好了在哪儿吃饭，然后到点儿了，我给他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
我以为出啥事儿了，然后我就去他们工作室去找。我可以解释一下吗？他那一天确实约了我，但是说我上课的时候手机是搞了静音了，所以我教完课以后，学生就很自然而然说：“老师，你有空吗？就一起吃个便饭。”其实平常的时候也是经常这样的。那你是不是已经跟我约好了？你有没有记起我们已经约好的事儿？阿凯先生，你看您的女朋友啊，她在意的并不是说跟谁去吃饭了，她在意的是我跟你约好了，对，你没有跟我去吃饭，却跟他去吃饭了。我跟你讲，这个是没有解释的，对不对？对，我觉得他的愤怒来自于此，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特殊情况，让你把我撂在了一边，因为我别的女当时只是人坐在了一确实把这件事也忘掉了，是我的责任啊。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你要有我的话，你不会忘。这件事就哎，我跟你说啊，这是你女朋友，我觉得她还真的是心胸挺开阔的。如果换成我，你去和一个单身的异性吃饭就是不可以，都不用说你把我放了鸽子，把我忘了去跟他吃饭，那就直接拜拜了。你还解释什么？但是我就是做这行的呀。你要是说如果你有权利，可以，这个是我的学员，他约我吃饭，我为了避嫌，我带上我女朋友，我们一起吃饭，这还凑合。我问一下，你们约吃饭是什么时候约的？我们是前一天的下午，不到24小时，您给忘了，是这意思吗？是的。那您心真大。我只不过就是说，有时候我处理方式呢，可能是欠缺一点吧，因为我是做老师的嘛，还是以学生为主。这跟老师没有关系。如果是做老师的，更应该以身作则。再说你50多岁的人了，你又不是不清楚一个单身女士请一个单身男士吃饭意味着什么。您别说您啥都不懂。跟女学员有这些拉拉扯扯的暧昧关系也就算了，还有这都算了啊，就算了就算了吧。还有我闺蜜这个事更让我生气，因为我跟我闺蜜是10几年，就我刚出来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很好的朋友了。然后我把我闺蜜也推荐给她说，哎，也可以在她这儿跳个舞。然后他们俩跳着跳着把我给撇开了。他俩关系更好了，反而把我给疏离了，这个让我觉得就是这是你的感受，还是确实有事情发生？有事情发生，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很晚的时候还给他发信息，我都带了照片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照片，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就已经12点多了，然后那个手机就在那儿震动，然后就说：“亲爱的，睡了没？”啥事儿啊？上回那个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见面再说吧，手机上不好说。啊，这我可以解释一下吧？是什么事情呢？是他委托我买一件那个舞蹈服，可是呢，我买的时候呢订错了地址了，订到我家去了，所以呢想让我去给他拿回去。你说大晚上的拿衣服，你现在在这解释，怎么会找你拿衣服呢？我就想说，他的衣服怎么会在你那儿？我们做舞蹈经常有时候帮学生代卖一些舞蹈服装的。我想都是借口，那这个怎么说？你俩有啥事还逼着我呀？还要考虑一下。她是这么回事。她的闺蜜呢，后来就跟我学跳舞，完了以后呢，她有一个合作项目。这合作项目就是说，想成立一个模特队，问我有没有兴趣这样的。我就想问，这件事我就没有跟她去说。为什么叫你亲爱的？对呀，亲爱的，你看大晚上的问人家亲爱的，亲爱的，这现在好多聊天的时候都是亲爱的，亲你干嘛呢？其实都不代表什么，就是你在小题大做。对，我就是因为一忍再忍，之前感觉你们两个把我疏离了，好，那我就看着你们俩。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以后我不教他，我可以请另外一位老师。可以了吧？我觉得这件事真的让我很受伤，一方面是爱情，一方面又是很多年的好闺蜜，结果俩人都逼着我。现在感觉好像我要是真的去找这个闺蜜去对，这是恼羞成怒吧？我现在要真的去找这个闺蜜去对峙的时候，反而让人家觉得就是我好像不懂事儿，就是我不说吧，我很难受；我要说了的，人家会觉得我在挑事儿。我觉得你就是在挑事儿，也是你来叫他跟我学跳舞的，对吧？偶尔的去可能会吃个饭，这是有的。但是其他好像是小事，所以说我行吧，行，那而且我先生，我真的得多说一句，你太擅长狡辩了。你说一个女生半夜0点58分给一个有女朋友在旁边的男人发信息，就这一点，他合适吗？道理上说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为什么不合适？因为你给了这个女生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相处模式，你亲爱的，你随便，你只要想起我了，你半夜几点都可以给我发微信。他这个人除了没有边界感，
我们两个的矛盾点还有很多，还有在生活上面，他也是一个特别不懂浪漫的人。什么情人节呀、520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啥的，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就是给我的一些表示。比如说我生日，那你至少要表示一下吧？没有，我不知道是装，就是知道装作不知道还是后面不是请你吃饭了吗？说起吃饭我更气，现在要跟我 AA 制。你说我找个男朋友，因为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找个男朋友我图啥呀？我认识这么多，你都不带我去见你的父母，你都没有给我一个结婚的承诺，我怎么去做呀？我找人就是为了图这个男人能够照顾我，能够体贴我，他反而就是一点都不舍得为我付出，现在已经对我特别没有耐心了。出行也赶飞机，然后我呢就慢了点儿，机场那么多人就骂我，那么多人我不用面子的吗？我不应该说你每次来都拖拖拉拉，飞机都飞了半个小时了，你才来，机票都退不了。那还有一次呢，去坐高铁，高铁都走了，磨磨唧唧的才过来。那我磨磨唧唧是因为啥呀？那你不应该改改吗？是不是啊？我磨磨唧唧是因为我要整理我们两个的行李，我写了个清单让你帮我找，你怎么不帮我找呢？您说你清单，你给我写清单有什么用啊？家里东西我都不知道你放哪，多数都是你的东西。对，家平时都是我在收，你到处扔的乱七八糟的。平时都是我在收，你当然不知道了。那你图他什么呀？当你发现他跟你所谓的那些女学员有一点暧昧的时候，当发现他跟你的闺蜜，然后有很多事情背着你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对你在很多事情上抠门的时候，没有给你浪漫的时候，那你还图他什么？所以我不敢带他去见我的父母，我只是想说，你图他什么？你还继续跟他在一起啊？我本身呢，从小是跟我的外婆一起长大，然后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然后家里边也没有其他的这种异性长辈啊，或者哥哥姐姐也都没有。跟外婆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就很期望有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成熟的、稳重的男人能够照顾我。关键他也没有成熟稳重照顾你啊。一开始的时候挺好的，还挺温柔的，也会一起去吃饭啊，还一起去看个电影啥的，还都挺积极的。但是我没想到，我们越往后走，我越觉得就是偏离了我最初的那个目标。所以他说让我带他去见我的妈妈。我不敢去见，因为我怕我妈问我说他对你哪儿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前男友的人家都知道我吃面，你说你前男友我就生气了，我跟你谈朋友还是你跟你前男友谈朋友啊？我说我前男友，你别老拿这说事儿，人家都是知道我是吃面食，我是北方人，然后会给我做面。他呢就不知道，每次点外卖的时候都只点他爱吃的，他爱吃鱼，他爱吃米饭。你是北方人，可是你来广东几年了哦？你不知道入乡随俗吗？你有前女友或前妻吗？我有，我离过婚。你有孩子吗？我有。那你会在他面前偶尔提到他们吗？有。提到的时候，他会像您这样愤怒吗？没有。就是啊，那您愤怒个啥事儿呢？可是我就觉得他要提到他前男友的话，我现在是跟他谈朋友，你没有必要来说他前男友的事。女生你不舍得离开他的理由是什么？有的时候他还是会说一些贴心的话，这倒是有的。还有呢？但是现实一点行动就没有。我知道是错的，我知道这个人是伤害我的，但我还离不开他。但是阿凯先生这里面有个逻辑，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啊。为什么一边逼迫着自己的女朋友给自己承诺，另一边又不愿意向她去靠拢？没有向她靠拢，原因呢，就是我觉得他跟他接触当中呢，是有点太任性了。他是任性的，果断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还在犹豫呢？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他，很爱他，只不过就是说我们俩有些东西还没有磨合到一起。未来，假设你们结了婚，这种事儿还会发生吗？您指的是什么？啊，就这些事儿嘛。半夜1点有人给你发信息说亲爱的，那不会，主要是他给我一个承诺，见他的父母，这个我不是问题。你还允许别人叫你亲爱的，他怎么敢给你承诺？58岁嘛，历经沧海桑田嘛，您什么事儿没见过呀？那到底对您有意思还没意思，您心里没数吗？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欺负人了。真是。我再问您，您刚刚回答赵川老师一句话，说的是我没有全部身心走向我女朋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她任性。
对吧？那现在女朋友还是任性的，她带你见了她父母之后，凭什么你就可以对她心里没障碍了呢？那我心里就有底了吗？我就觉得他还是，能跟我走下去的。不是您为什么要那个婚姻的承诺呢？我觉得没有这承诺，他随时都可以离开了，就是这样。可是随时做好要离开准备的，或者骚动不安的，今天听起来是您，而不是您的女朋友啊。也许是我的表达方式有点问题吧。你看你全场那个磨磨唧唧的表现，一方面觉得哦他年轻，他有活力，但是你一方面又磨磨唧唧说，哎呦他会不会跑啊？你看我不领证，他就有可能跑。所以如果找比你年轻的，心里觉得有障碍，担心他守不住跑掉，不要找啊！你纠结什么呢？我不理解你浪费时间在这干嘛？他在骑驴找马。我不是，我很珍惜。你珍惜不给人付出啊？吃饭还要 AA 制啊？如果我们谈恋爱，今天你请，明天我请，没关系，我自愿。我不会觉得亏得慌，但他们俩人现在觉得亏得慌。对，特别是我们俩已经我请了你一段时间了，我突然跟你说，我们俩从现在开始 AA 了。你说一个是女朋友，特别的像。来，年轻人听了以后什么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挺能理解大哥的，因为工作原因会跟女生有一些肢体接触嘛，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是为了工作嘛。但是大哥会半夜跟那个闺蜜发信息，我觉得好歹是避嫌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避免的。我觉得话，爱是需要表达的。像大哥一直说很爱女朋友，然后想去见女朋友的父母，但是他吃饭需要 AA， 然后呢，秋天第一杯奶茶也没有，平时礼物也没有。我觉得他只是空口无凭而已。我觉得爱需要更多的表达，更多的付出。行，反正咱们都听听啊。您一会儿坐在那儿，您也好好的琢磨琢磨，今天来到底是干嘛？您想清楚，好吗？来，我们有请这对年轻的小情侣。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小李24岁，来自河南，酒店管理；婷婷26岁，来自浙江，平面模特。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用3个词评价一下对方。我觉得他就是不主动、不回应、不拒绝。我觉得他偏激、麻烦、不感动。你觉得你们之间是双向奔赴吗？不是，一直都是我追着他讨他欢心，可他却一直对我很冷漠。我付出了那么多，可他根本不领情。我觉得他总是以付出多为由而道德绑架我，可那些也不是我要求的。我觉得他的爱让我感到真的很窒息。我希望我的奔赴可以得到回应，而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有点意思啊。因为我和我男朋友谈了很久嘛，然后在这段感情里面的话，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单向奔赴的，我男朋友并没有向我走过来，我在这段感情中感觉有点孤立无援吧。所以今天站在台上的话，就是问一下各位老师，我们有没有必要还再走下去？就像是上一次520的时候，我给我男朋友准备了一双篮球鞋，但是他却什么都没有给我准备，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很在意我。我不是不在意，我首先是因为那个520节日，我毕竟是做酒店的，当天我们住宿也会很多，我确实就是没有记起来这个事情，去给他准备礼物。519呢？啊，519干嘛呢？519是个啥？不是519干嘛？519是客人订房日。518呢？521呢？5月19号那天晚上不是要入住吗？20号肯定要退房，然后还有新的客人去。那518呢？518其实还好。518离节日有点远。所以你瑞哥问的是，不要拿这个做借口。你其实5月11号就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在5月3号的时候是我的生日嘛。我本来是想约他一起去迪士尼玩的，然后我们都已经说好了，我连计划都定好了，车票也买好了，然后他跟他的女发小出去吃饭了，然后就把我晾在了一边。因为我跟我朋友本来就是好久没有见了，然后人家说来这里你女朋友1年就过1次生日哎。但是我觉得出去玩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换个哪天时间都可以去嘛。就是你的女发小比女朋友重要，对吧？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老师。然后就像是我每一次下班了之后嘛，然后我会跟他说我的事情，就像我上次跟他说我升职加薪了啊，很开心。然后我一转头他睡着了，我感觉他根本就不在意我啊。我跟他说所有的小事情，他都觉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我就是没事找事，天天拉着他聊天不让他睡觉。因为确实这样，他每天的话有很多。你偶尔和我分享你的开心和喜悦，我是接受的，但是他就是每天都这样的话，我可能有点受不了，因为我毕竟工作一天很疲惫，我是需要休息的。他希望找一个哑巴女友，可是我太爱说了。我不是说哑巴女友，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分享，
但是你没有必要每天就是围绕这些小事情来跟我絮叨。可是我觉得爱情就都是小事情啊，要是如果每个都是大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也谈不了恋爱，应该早就分手了。我问一下，他是不愿意听你的分享，还是不愿意听所有人的分享？好像不愿意听我的分享。因为我发现他跟他同事聊的也挺好的，他跟女发小也聊得可好了。对，还陪人家过生日。你老提女发小干嘛？你很不善良啊！刚说女同事，你们把女同事的重要线索忽略了。我还带了那个他女同事的那个截图来呢。你看，人家聊得可好了。真的很无语，今天又被周姐说了一顿。有个客人东西丢了，他非要说落在酒店里面了，我都帮他找过了，没有，他非说在酒店。就因为这事，那个客人还要投诉我。又不是我的问题，而且还被周姐说了一顿。我真的觉得我们只是做服务行业的，这真的跟孙子一样，我真搞不懂。真的是天天上个班，心累的要死，一边被领导说，一边还要被客人骂，我真的心累。就是咯，同是天涯苦命人。哎，要不咱到约个时间喝酒去呗？烦死，我真的不想上这班了。那行呗，那等哪天休息了，我们出去可以微醺一下。行呀，要不就这周末呗。微醺但说好啊，只能微醺啊，我可喝不了，你别惯我啊！我要喝醉了，你还送我回家呢。那咋可能啊？那上次喝不都没让你多喝吗？还有上次呢？就还喝过是吧？哦，还有上次，他可爱出去喝酒了。他最后4个字说的有点深情。上次，哎，你打住，我要回味一下那4个字。微醺，我怎么会惯你呢？上次你惯他了吗？就这4个字特别的深情啊。没有惯他是吧？因为上次就是聚餐在一起都喝酒了，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啊，我觉得单看这条微信就还好，就还算正常嘛。同事之间交流一件事情，哪怕是你在应付他。去喝个酒，也许不去，但2件事情放在一起，你说女孩能不多想吗？弟弟。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不是很在意我的情绪，就像上一次我说让他喂一下咱们家的狗，因为我早上出门快嘛，然后我说让他喂一下狗。你还说这条狗是他和他前男友的狗，你们知道吗？我每次看到都很恶心，你知道吗？但是我又不能不管他，我平常是有照顾他的，包括他的就是那个狗粮什么的，我都有在买，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这是好的。我就是那天早上给忘掉了，因为我自己也起晚了，我自己早餐都没吃。我理解男生伤心在什么地方，我都没吃饭，你得先关心我有没有吃饭。对，你不问我吃没吃饭，你说狗没吃饭是我是吧？伤心是吧？对，我心里很难过。能理解。我的女朋友她平时，就是我觉得她有点小女孩，有点爱慕虚荣，她就经常在我耳边有意无意间的跟我说，哎，你看人家男朋友跟人家女朋友买了什么东西，又带人家去了什么地方，就我觉得这个还挺伤人的自尊的。其实我觉得挺正常啊，像我女闺蜜、女朋友们。收到什么礼物我都会发给他，因为我不发给他，他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呢？现在很多男生给女生买礼物，他都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买了我又不喜欢，对不对？那我觉得我跟你说这些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什么而已啊。他如果真的是喜欢一个东西，直接告诉我是可以去给他买的。不是老弟，咱就长点心，以后就多想着这些纪念日啊、520啊、7夕节呀，对不？这些日子都想着，他就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慢慢你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融洽。那他生活中还有别的问题啊？什么问题？你说。每次吵架的时候，或者有什么矛盾，他都会往朋友圈去发，让别人去评论我们的事情，让我看他的朋友怎么来说我。来，我们看看。所以这种对象拿来干嘛？好好照顾自己。这种对象不要也罢，让他和游戏过去吧。这种男人不配有对象。不是吧？他脸皮这么厚啊！你都给他准备了，他竟然没有表示拒绝冷暴力，快分了吧！真没意思，这个男人有点下分手。做成视频发给我，是吧？不恶心我吗？是你做的？是我做的。你做的？我做的怎么了？就是我做的。做得好。因为我不发给他，他每次都冷暴力我，我只是为了跟他说一下他的问题。就是他表达问题的方式，就是甩出去让别人来说。我觉得2个人有问题，就是2个人自己处理就好了，对吧？就是我们有问题就私下沟通。你又不跟我处理呀？那是我只是觉得你有时候你的脾气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像他每次他吵架他会离家出走，你知道吗？就是大半夜跑出去发微信不回，然后就这种情况。结果我发微信不回，他睡着了，他也没下来找我呀。我在那个楼底下坐了2个小时，他都睡得挺香的。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性格，我如果追下去，我们会在大街上再当面再吵一架，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是搞得大家都挺丢人的。其实，
他只在乎丢人不丢人，他不在乎我安不安全。你自己对你的安全负不负责？我大晚上你往出跑什么呀？我生气呀！你气你就跑啊！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安全交给这么一个男人呢？记住，吵架不要跑，特别是深夜，好吧？就所以说他的做法让我真的觉得你还美呢，你就应该找人家，人都出去了还说呢。我想就是平平静静的去处理。那好，平平静静怎么处理？520没送礼物这事儿，平平静静怎么处理？他也没有补给我，我没有送。那不就你的责任了吗？我推荐一下，男生，你和这个女生现在还在一起，那你对她的需求是什么？我就希望她偶尔可爱就行了，她不需要每天过得轰轰烈烈。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推测，女生这个男生现在基本上不怎么陪伴你？那他在做什么？工作、睡觉、打游戏。我就经常听到那种女生的声音啊，在那个麦里面，然后他跟我说只是队友，他说都是自由匹配的。那打游戏本来就是嘛，那就本来就是匹配，随机匹配，我也不愿意匹配一个女生嘛。那她打得还不好，所以女生你听明白了吗？她对你的需求没有陪伴，因为她有她的女伴打游戏，她还要睡觉，又要工作，她不需要你的陪伴，她只需要当她很无聊的时候，你扮一下可爱，在她那儿展示一下就够了。男生你会觉得女生粘人吗？会，她那种行为都已经完全影响到我正常工作了，电话一直在响，一直在响。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7、8个小时都不看条短，他就是不想回你电话，你还不明白吗？我特别想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们俩相处的模式当中，如果他做的相对比较过分，你觉得我辛辛苦苦的付出，但是这个家伙就总是看不到，你会采取的反抗方式，除了离家出走之外，你还做过什么？好像离家出走比较多，就是离家出走。我觉得还有什么？因为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周末，他就做好早餐之后喊我起床吃嘛，我不是没吃嘛，他就出去把饭给倒掉了，还要给我就是使脾气那种的。因为我那天早上是5点钟起的床，给他准备的早饭，因为我平时在家里不开火，我不会做饭，一个早饭我做了3个小时，我8点钟喊他起来吃饭，我5点钟起来做饭，我没觉得累，他8点钟起来吃饭，他觉得累了，然后他说他要10点11点起床。我早上起床不就是为了让你吃口热乎的吗？那你不吃好了，那就不要吃好了呀。那10点11点都该吃午饭了，那早饭饭来干嘛？我可以吃凉的，我愿意吃就行了。你为什么把它倒掉是什么意思呀？那都凉了都没法吃，那有什么好吃的？我就是为了让你吃热乎的，我才5点钟起床。你不想吃，我也可以多睡2个小时啊，谁不想睡懒觉呢？你干嘛要做那些让自己气得要死，人家也无动于衷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呀？哎，所以我想知道，姑娘，你为什么追他？是因为他帅，就仅仅因为他帅啊！我想问你，你坚持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帅，脸是不会变的啊！因为他帅呀，一直帅，我就一直追着他跑。天哪！我觉得你是不是可能对帅有什么误解？你看看他，没有，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是不是可能戏看多了，关注的对方的点可能只有长相，但除了帅之外，你还欣赏他哪里呢？只有帅。男生，我就想知道今天你来想干嘛？女生可能想改变嘛，我就想问男生来干嘛？就是我觉得我们2个的话，其实如果细想的话，我觉得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可爱的，就是对我也挺理解的，就是我希望他能改变一些对我的做法，就是不要强行要求我，就是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你对待一个女同事都能主动且温柔地说我们去微醺，但你对待你自己的女朋友就不能主动且温柔地说亲爱的晚上一起吃个饭啊，对吧？你对你的女朋友只有呵斥，你的女朋友说我希望你对我好一点，你告诉她亲爱的你不能改变我。不是因为他恋爱的观点可能有时候和我不太搭，那你分手不行啊？但是我还是想着他有那个好的优点嘛，他也会照顾我嘛。其实弟弟，你刚开始说的是他刚开始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刚开始还挺可爱的，但是我觉得呢，你是喜欢他的，但是你没有爱他。女生其实，男生说他喜欢你偶尔的可爱，就是在你在场上说了这么多之后，我突然有一点点的和他的共鸣，就是你可爱的时候是挺可爱的，但是当你说我就是因为你帅啊，所以我给你做了饭你要吃，你不吃我就全部倒掉。当你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确实不可爱。当你在场上真的是给人感觉你是浅的，你的爱也是浅的，你没有深刻的去
考量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去经营。你就像那个没头苍一样，我就猛撞，可是那样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既得不到他爱你，也得不到这份爱中你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美好。人生少点贪念嘛，简单一点嘛。对你们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既然你只贪图她的美貌，对，那就享受美貌。对呀，其他的事儿就不要考虑了。王先生也特别简单嘛，您要求的是一个未来能跟您在一起，陪您度过下半辈子的女人，她的特质是踏实的，那您要给予人家踏实的一个背呀。您不踏实，怎么会找到一个踏实的女人呢？如果不能够真心的去对待一个女人，不管她是比您大还是比您小，在未来某一天的时候，她怎么可能陪你度过你最艰难的岁月呢？这3个男生里面，你们有太多共性的地方。其实我把它都提炼出来，叫不负责嘛。所以你们好好想一想啊，作何选择？我希望你们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慎重思考的，好吗？谢谢3位的到来，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你们觉得那个大哥和大姐，啊，会出来吗？会，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人家不但出来，还要手拉手，十指相扣。那你看大哥得意洋洋的笑容，大哥会改变的，大哥一定会改变的。我想对我老婆说，首先我要戒酒、减肥，找个不管挣多少钱、挣多挣少，先找个工作干着，给你先减轻负担，以后给你减轻更大的负担。以后若干年或者是3、5年都不用你开店了，家里有我来支撑。哇，好，来，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希望程先生今天的承诺可以兑现，祝你们幸福，谢谢2位，请回。好，谢谢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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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加油，加油！年龄之差，在我们眼里肯定不是阻碍一段情感的一个鸿沟，但是有的时候它之所以成为鸿沟，因为那不是一段爱嘛。会出来吗？会牵手而出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女生就放弃吧，没出，你看不出来多好，对，很好，非常好。第一次不出来这么开心，这个就跟那个见父母的结果是一样的，省得女生的父母再出来这个生气了就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我们看看这对年轻的情侣作何选择，请开门。哇，太棒了！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太棒了。今天这3组啊，就这3组的男生，真的是不是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叫不负责嘛。对，也同时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